不管是俄罗斯派一个什么样的人去，泽连斯基也被迫要跟他见。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泽连斯基在无可奈何之下，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的多重压力之下的一个所谓的谈话的一个诚意。更大的炸弹还在后面。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2025年5月14号星期三在全网播出的这2 TV 视频。今天5月14号啊，中美的关税战暂时降温或者暂时停止，中国对美国的关税降到10%，美国对中国保留30%，那么从今天开始生效，所以未来90天非常关键。我的预判呢，前几天我一直给大家讲，可能会延续3到6个月时间。那么而且在512就前天声明当中，其实双方还是留下了一些坑的，这些坑必将成为未来90天或者180天双方贸易博弈的一些定时炸弹。那么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各方面来说，对未来的3到6个月要予以非常密切的关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们香港全球化中心应该会在未来的2到3天，最晚2到3天会公布一份有关中美贸易战下中国企业的转型之路的一个研究报告，向全球发布啊。好，那么昨天非常关键啊，昨天5月13号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会议啊。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也亲自出席，正好在这个时间段呢，巴西的总统卢拉也正在中国访问，今天他可能会离开北京。那么昨天无论是中国领导人通过中国和拉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部长会议上发出的信息，还是中国和巴西领导人会谈上发出的信息，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很明显，其实这个背后有至少是间接针对美国的成分，尤其是中国中巴双方领导人都呼吁啊，要反对单边主义，要实行多边主义、自由贸易。那么卢拉和中国的关系，卢拉在左倾问题上的一些看法，毫无疑问全球都非常的了解，尤其是除了中国向有关国家提供660亿好像人民币的一些支持以外呢，同时中国和巴西还有一个货币互换协议。那么所有的这些后面的背景啊，我想一方面是宣示无论是中国和拉美地区在自由贸易上的共同立场，同时中国和巴西在自由贸易上的共同立场，同时在这方面还可以互相，至少在市场上可以互相为对方提供很多的支持。这背后我想我这样表达大家应该清楚了啊。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呼吁或者建议中国的企业要尽可能的远离美国，尽可能的远离风险，尽可能的把原来一个美国市场分化成多个小市场，用众多个小市场去替代美国市场，也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那么无论在农产品啊等等各方面，巴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市场，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未来中国和巴西之间互相策应大有可为。好，关键是14号、13号，那就在今天，中美贸易战暂停，按下了休止键90天啊。同时呢，之前的前一天，中国和巴西签了这样的协议。我想，当然在议程上、日程上可能是巧合，但是在战略的，尤其在心理的暗示意义上，我想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中美贸易战虽然按下暂时键，但是中美真正的博弈，一场硬战、恶战，如我昨天所说的那样，才真正开始。这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叫 backup， 一个很好的来自拉美、来自巴西的一个支援，所以这方面其实跟美国有很多的心理暗示，乃至于心理警示作用。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从企业来说，一点都不能掉以轻心。未来90到180天是中美之间贸易博弈的一场恶战，一场硬战。所有这次在512声明当中留下的一些可能一般人不一定看得出的一些坑，都会成为未来的博弈的一些重要的有可能会引爆的定时炸弹。好，这是第一个啊，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明天5月15号很关键，俄乌两国要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直接会谈。现在泽连斯基已经启程了，前往伊斯坦布尔。那么俄罗斯方面到底是不是普京去，目前不得而知。普京的新闻秘书皮斯科夫多次在被记者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是语焉不详，罔顾左右而言他。虽然这个提议本身是在几天之前周日的时候由普京亲自提出的，他刚提出的时候呢，泽连斯基还有点不太愿意，心不甘情不愿的，说你如果要跟我直接会谈的话，你必须首先要同意30天
这个挺火。后来是特朗普，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特朗普亲自向泽连斯基施压，泽连斯基才说好，那就这样，我去吧。但从现在情况来看，泽连斯基已经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了，态度不错。但是俄罗斯方面依然不知道。那么明天现身现场的有可能是普京本人，也有可能是普京的一个副手，因为这里面这个皮斯科夫已经发出了一些暗示了，说其实俄罗斯是并不承认泽连斯基的合法性。俄罗斯一直说泽连斯基他的任期已经过了，他应该要重新进行选举啊。那么普京非常有可能利用这个不直接跟他谈。如果说明天普京亲自现身，那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如果明天普京不亲自现身，也是一个重大的信号。但无论如何，不管是俄罗斯派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哪怕是俄罗斯派一个副部长去，泽连斯基也被迫要跟他见。那如果那样的话，对泽连斯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屈辱了。但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泽连斯基在无可奈何之下，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的多重压力之下的一个所谓的谈话的一个诚意。好，那么更大的炸弹还在后面，更大的炸弹后面还有2个。大家知道，最近几天这个特朗普正在沙特访问啊，后面马上要到卡塔尔，后面马上到阿联酋。这个沙特呢是这个上一次第1任期的时候，这个特朗普上任的时候首访国家，这次又是显示出美国对沙特的重视。而这个2018年当时卡舒奇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有钱，这个国家有油，同时又是地区的老大等等。那么昨天呢，这个特朗普参加当地的一个投资论坛的时候，做了2个重大的宣布。第一个宣布呢，他说我将派卢比奥就国务卿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会议，但是然后他自己又重复说，我有可能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也会亲自前往，但是至少是卢比奥将前往。那么卢比奥是不是会在俄乌2国领导人，不管普京是不是出席，变成3方领导人的会议，不得而知啊。因为这里面有2种可能，一种是卢比奥在俄乌会谈的现场现身，那就变成3方会谈了。还有一种呢，是他分别跟双方，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见面。但无论如何，我讲这个卢比奥在伊斯坦布尔的现场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从莫斯科方面收到的信息说，莫斯科已经宣布了，他这次无论是莫斯科谁去啊，这个他的议程到底是什么？他的议程无非是这么几个，一个呢是确认那些前乌克兰领土对俄罗斯的合法性。这个话说实在的非常的明显了啊，因为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的朋友，我是尽可能的以委婉、中立、克制的语气来表达、来阐述我的评论啊。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2014年被俄罗斯强行拿走的克里米亚，这个俄罗斯这次将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提出来，你要承认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的合法性。同时呢，在2022年9月份，在战争爆发7个月之后，俄罗斯拿走的乌东地区的4个州，俄罗斯这次也会谈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议上，要泽连斯基承认俄罗斯对他的合法性。合法性和主权有时候还是2个概念但是至少合法性是主权的第一个前提之一。那么这个是非常明显。第二个呢，还要求提出来什么呢？提出来把乌克兰的政府，现有政府说这个乌克兰的政权要去纳粹化。如果大家再回忆一下4年多之前俄乌战争爆发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提出的要去纳粹化，其实就是它主要的诉求之一。虽然西方国家很多不承认，但是现在没想到战争进行了3年多之后，对西方对乌克兰真的是打了一个计谋。这个俄罗斯这次又会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重提旧闻，重操旧业，再次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而且还加上了领土的诉求这个坦率地讲，对泽连斯基是一个要不要吞下的苦果。如果卢比奥在现场现身的话，美国到底是站在俄罗斯这边，还是站在乌克兰这边，还是站在中立这边？我相信站在乌克兰这边，美国不会；站在中立这边，很难讲，有可能是貌似中立，实质是倾向于俄罗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在哪里？那个德法英3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德法英3个国家也会在伊斯坦布尔现场的声音所以明天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到底是俄罗斯谁去，有什么诉求，会发生什么样的唇枪舌剑，泽连斯基会不会吞下苦果，然后后面的后续会怎么样，等等等等，
都将在伊斯坦布尔一一显现。这里面有看热闹的成分，也有看门道的成分。那么对于俄罗斯朋友的这些诉求，我只能以很中立、很谨慎、很克制的这个风格来表达、来阐述我的评论啊。其实我的观点是，我认为这是我是不赞成的。好，这就不在我自己这个评论当中，我不想以我的观点来影响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来左右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研判。所以今天拉拉杂杂啊，都是有关12、13、14、15，就昨天、今天、明天这3天里面要发生的很多事情，以及无论是从今天的中美贸易战的按下休止键，开始90天的缓和谈判、博弈、硬仗、恶仗，还是从昨天中国已经铺垫的跟巴西，包括跟拉美地区的一些互相支持的一些实际的举动，还是明天要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这个俄乌的峰会啊，包括我们看热闹可以看看这个普京去不去啊等等，然后在这过程当中，美国到底会如何胁迫？说我直接用胁迫这2个字，胁迫这个泽连斯基吞下他本不该吞下的苦果。所有的这一切，这几天我们都可以密切关注。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这里谢谢大家。